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操美股，一个准到凶残的中短线交易频道。老规矩，有空的话看完 YouTube 给您推送的广告，点进广告的链接就是对狼王频道最大的支持，免费的嘛，所以说大家有空的话还是多看看广告，支持一下狼王。最近广告的那个收看量有点低，所以说大家还是看一下。闲话少叙，直接进入今天一周一次最重要的美股行情推演。那在这个周末呢，我觉得最大的一条基本面的消息就是小马哥是吧，设了一个投票，然后说他要卖他10%的特斯拉的股份。那特斯拉是不是就 GG 了啊？那特斯拉如果 GG 了，那会不会去带崩大盘呢？那如果说现在特斯拉 GG 大盘崩了，那是不是现在就要进场去做空呢？好，那狼王也就不给大家卖关子，那我就直接的跟大家讲，我个人认为大盘现在虽然说在高位，而且呢有这个中期调整的可能性，但是我不认为在最近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大盘就会进行一个真正的中期调整。也不要现在这个点就进场去做空，因为在我所有的这周的节目里面，我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是，持股的朋友继续持股，但不要满仓持股，而是用一个70%仓的仓位继续的去进行一个持股，而且呢就是手里面涨得比较多的股票，比如说特斯拉，我一再的强调，可以先止盈一部分，就是止盈一部分特斯拉这样的股票，然后去布局那些还没有涨起来的传统板块的股票。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直给大家强调的操作，在这个周末应该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毕竟像这种涨得比较好的股票，特斯拉，小马哥一下子报了一个新闻，它很有可能周一就低开很多个点，是吧？这样起码的话，你是把高位的一些利润给锁住了。同样来说，那些在低位还没有涨起来的邮轮、航空、酒店的板块，很有可能还有一波继续上涨的动力，所以说我不认为现在是一个做空的好时候。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我每天的评论区的，就是我的观众的每一条评论我都会看的，好吧？那我可以看得到，就是在我的评论区里面，其实最近已经有大概3%到4%的就是观众一直在强调说，最近我们已经止盈离场了我们已经开始建立空头了。那其实当我每次在评论区看到这样的言论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那可能现在开空还有一点为时过早。那个大盘在接下来的2到3个月的时间段内会不会发生中期调整？那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是大概率的，但是不是代表现在大盘下周大盘就会垮。很多的投资大师其实都说过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对了一个趋势，就是确实大盘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要进行中期调整，但是你现在如果就去做空的话，很有可能会死得很惨。第一是一个时间成本，第二是如果大盘再往上面拉1个月，再往下面砸，那你也是会非常非常的难受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好吧，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大盘即使要崩，我觉得大概率也不是就是1-2个星期的时间的事情，因为毕竟还有很多股票还趴在地上并且还有呢就是一些 UEXY 的分析，对吧？我一会儿会给大家讲，所以说现在一定不要去做空，好吧？我们还是这个等待狼王的信号，大家再去做一个就是做空的，等待狼王做空的信号。所以说现在持有股票的朋友呢，仍然继续的持有，保持70%的仓位，好吧？不要梭哈，留出30%的现金，随时可以去进行一个调动。
那我们就闲话少叙吧，直接进入一个整体的股市的分析啊。首先的话，我说特斯拉的支撑位在哪？好吧，直接的进入正题，先说一下特斯拉的支撑位啊。首先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特斯拉是一直沿着一个30分钟级别的趋势在向上进攻的，对不对？啊，自从这个700块钱、770块钱的启动啊，现在已经基本上涨了一个50%左右的一个幅度，一直沿着30分钟级别的趋势在向上进攻，对吧？这一次的回踩790啊，狼王当时是喊了一次，回踩850，狼王当时又喊了一次。现在特斯拉已经到了1243，那如果说马斯克的这个消息真的对特斯拉的股价有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周末的有一些外盘的信息，特斯拉现在已经跌到了1130块钱。那如果说它跌破了30分钟级别的趋势，对吧？跌破了30分钟级别的顺势的趋势，大概率的它会去4个小时级别，也就是2小时级别去找一个支撑。那也就是说啊，特斯拉在这个下周的第一个支撑位应该在1090块钱到这个1040块钱之间，这是特斯拉下周最关键的一个支撑。如果说特斯拉下周初一下子就跌破了1040块钱的这么一个关键的支撑位，多头朋友请一定要离场，因为它大概率的会在2小时级别整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啊，它也就是说它这个上升的趋势是完全打破了。好吧，大家懂我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它很有可能会整理一段，也就是说它这一段上涨的行情已经结束了。如果说它真的跌破了这个1040块钱，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周一的开盘跌破了1040块钱，一定要止损，不管你是止损也好，止盈也好，反正一旦跌破了1040块钱的话，一定要离场。好吧，这就是特斯拉，就是这么一个观点，跌破了1040块钱，整体的上升趋势打破离场止盈，没有跌破1040块钱，你如果说是特斯拉的这个非常的死多头，我觉得你还可以继续的持有。我认为呢，大盘在接下来的1个月的时间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轮动啊，也就是说，像特斯拉这样的已经暴涨的股票，很有可能会偃旗息鼓，去进行一个横盘的震荡，然后整体的市场热点呢，就像周五一样，是转换到传统板块的股票里面去。所以说，持有传统板块的股票的朋友，我觉得只要没有跌破我说的止损位，继续的去持有。好吧，这是特斯拉和一个简单的分析对于大盘。特斯拉讲完以后呢，我们还是说一下比较重要的老朋友 UVXY 啊 ，UVXY 的话，我知道上周的周4、周5已经和标普指数呢出现了一个同涨的信号当然在狼王的所有节目里面，我都会跟大家讲说 UVXY 和大盘出现同涨的信号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确实非常危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UVXY 之前所有的启动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说大盘真的是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调整，对不对？尤其是像去年的这一波股灾，你也可以看到 UVXY 也是做了一个 W 底的，对不对？这一波大的调整是吧？大盘的一个大幅的调整 ，UVXY 当时是盘整了20个交易日，基本上在底部。现在的话 ，UVXY 在底部只做了3个交易日。好吧，这一波只做了3个交易日，就是去年股灾的时候是盘整了20个交易日，并且做了一个 W 底才会向上开始开拉。现在的话，整整 UVXY 触底才2个交易日，那你觉得大盘会在这个时候就真正的去出现一个中期的调整吗？其实概率是非常低的。然后或者大家可以看到是吧，在之前就是9月份的那一波大调整的时候 ，UVXY 在底部也是整理了多久？也是整理了9个交易日，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波9月2日到这个9月16日 ，UVXY 真正启动也是花了9个交易日的时间，现在才2个交易日，也就是说大盘即使要垮，起码还有1周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不对？这一波。这个2021年7月份的时候 ，UVXY 启动，它是花了几个交易日，从低点到低点到真正的启动，这也是9个交易日，对不对？也就是说明，即使
UVXY 要启动，根据之前的这一些传统，对吧？9个交易日启动嘛，那起码也就是说UVXY 要这个去经历一个1周以上的1周到2周的时间段才会真正的进行一个启动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位置呢，很有可能大盘只是进行一个假摔，是吧？下周初的话，我觉得大盘有可能会借着特斯拉的调整呢，进行一个小幅的调整，然后会继续的冲一波顶，然后才会有进入这个真正的中期调整的可能性。所以说现在仍然不适合去做空，好吧？我们起码要等 UVXY 的这个 W 底做好以后才可以考虑是否进场去做空。然后这一波也可以看，对不对？这一波这个40多块钱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 UVXY 做底也是做了多久16个交易日，对不对？2个9个交易日，一个16个交易日，这一次是做了多久？那这一次做的时间更长，对不对？在这个12月份的时候，这一次做底也是做了20多个交易日。所以说接下来的话 UVI 就是说我认为大盘进行真正的一个中期调整的时间是吧？最多就是多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到1月初才会出现，近一点的话起码还有2个星期的时间。好吧，也就是说大家现在不要去现在就去做空，你现在去做空的话，很有可能呢会就是不会出现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很有可能会你做空的成本呢就会比较的高，然后呢整体的一个就会非常的被动，所以说我现在呢仍然是不建议大家现在就去进场做空大盘的，好吧？简单点说就是这样。UVXY 讲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标普指数。标普指数的话，其实之前的话，狼王也给大家说过，第一个压力位呢在4630块点到4700点之间。现在的话已经突破了这个4630点到4700点的一个压力位但是就是那如果说真的是大盘就不回踩，硬是继续的往上涨的话接下来的压力位呢可能会第一个压力位在4850点附近，然后第二个压力位呢在5000点附近现在的话我觉得就像基于我对 UVXY 的一个分析，对吧现在的话确实是出现了一个UVXY 与大盘同涨的信号，那也就是说呢很有可能标普指数因为 UVXY 我说启动之前会做一个 W 底嘛，也就是说标普指数在接下来的1到2个星期时间内很有可能确实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回踩这样的话 UVXY 才有做 W 底的过程，然后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再去的冲这个4850点甚至5000点的一个真正的压力位，冲到以后呢然后再继续的垮下来，我觉得这样的一波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散户去进场的一种走法，而且很多人现在想去做空，对吧？现在去做空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套住这样的话庄家永远是非常的庄家永远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因为他可以利用人性然后去进行一些非常极限的操作。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想做空他就会把所有的空头都碾压到最后一点，就是把空头的汁全部榨完以后，它才会真正的开始跌。所以说大家现在先不要去进场做空，好吧？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观点。标普指数的话，如果说真的是和这个特斯拉一样的话很有可能的话它也会去，就是说这一波因为毕竟 UVXY 已经和标普出现了一个同涨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它出现一个回踩这个1小时级别的 GMMA， 然后再去2小时级别的 GMMA 吧，因为毕竟它现在是顺着一个30分钟级别的趋势，基本上现在的话不对，现在是顺着一个15分钟级别的趋势在上涨，所以说如果说标普指数出现了一个回踩1小时级别 GMMA 的一个动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健康的，好吧？只要它就是如果说下周标普指数踩了一下4633，然后左右的一个地方再继续的向上进攻，我觉得这样是比较的健康，所以说现在仍然不要去做空，只要它没有踩破1小时级别 GMMA 的一个支撑位
好吧，只要标普指数没有跌破4610啊，我们就仍然可以去持有手里的多头，因为很有可能空头会做一个假动作以后再进行的一波拉盘。那如果说标普指数真的跌破了4610的话，我建议空头的话就可以清仓离场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真动作，而不是一个假动作了。好吧，这是标普指数。标普指数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道琼斯指数。那道琼斯指数的话，我觉得需要给大家主要的话还是想强调一下，就是道琼斯指数有很多股票都没有涨起来，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波音这才刚刚的开始进行一个突破的动作，那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它还要继续向上涨的一个动力，对不对？波音的话才刚刚开始启动，你认为波音的话现在如果说就进行一个中期的调整的话，那其实非常的不好，对不对？因为它波音才刚刚的突破这个下降的趋势，那你现在就是大盘就垮的话，那就非常的这个不科学，对不对？所以说很有可能波音还会在突破的连续的涨几天以后，再继续的出现一个就是中期的调整，我才会觉得这比较符合情理。那波音的话 ，Visa 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对不对 ？Visa 的话它也是在一个低点，那现在就垮的话，其实是非常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垮的话，对于这些传统板块的股票的话就太残忍了，它仍然趴在地上，你现在就垮，那其实是非常的。对吧？我觉得不合情理的一件事。还有迪士尼的话，盘整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啊，现在就垮下去，那就非常的就不合情理。就这些股票都还没有开始涨呢，你现在的话就垮下去，实在是我觉得有一些就是不合情理。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给大家强调，现在仍然不建议大家去做空的一个原因即使调整的话，可能也是一个小的调整以后，它可能再去破一个新高以后，才会出现一个中期的调整，好吧？这是我对于这个为什么大盘不会这么快的就真正的进入中期调整的一个原因。然后再说一下 QQQ 吧 ，QQQ 的话冲的太猛了，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像特斯拉呀、什么这个谷歌呀、微软啊这些股票都涨得非常的厉害。那我个人的话还是建议就是把大家如果说现在持有70%左右仓位多头的朋友，可以把那些赚的比较好的股票的大概起码你要把你的仓位给 balance 一下，对吧？就是布局一些那些还没有涨起来的，像波音呢、这个邮轮呢，是吧？还像这个迪士尼啊这样的股票，是吧？这样的股票你也要稍微的布局一些，不然的话，像特斯拉这种高位出现一个暴雷的话，你会非常的被动，对吧？我一直在所有的节目里面强调，特斯拉这种涨得比较好的股票，大家可以去 balance 一些这些比较好的股票的这个 portfolio 去那些没有涨起来的股票，对吧？上个星期一再强调，那可以看到周末就是一个暴雷。对于 QQQ 的话也是一样，就是现在的话，我个人的话会建议关注道指的一些还没有涨起来的板块。QQQ 的话现在也是和标普指数一样，对吧？不能跌破1小时级别的 GMMA 吧，好吧？具体的点位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想去逢低的做多 QQQ，起码我个人会去等待一个就是1小时级别 GMMA 的回踩，具体的点位呢在390到这个387之间，好吧？跌破了387.7之间，跌破了387.5的话，做一个止损的操作；没有跌破387.5的话，继续的持有手里的多头，跌破了387.5的话，清仓所有的 QQQ 科技板块的股票。QQQ 讲完以后呢，再来说一下这个罗素罗素的话，现在是我其实是吧，很早以前就一直跟大家说，我说罗素会突破，会大家继续的持有，尤其是在这个上周四10月27号回踩223.5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是吧，可以继续的去买。那你看一下子这一个星期就一个指数，一个罗素 ETF 的指数，这一个星期就给你拉了差不多快10个点，那可见大盘有多么的凶残。那持有罗素的朋友，我觉得仍然可以继续的持有，它很有可能呢在上面，我觉得还有可能还有这个三个点左右，是吧？2-3个点左右的一个空间。但是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罗素现在也是拉的比较快，拉的比较猛，所以说不要去追的那么厉害。大家现在即使去做多的话，也是去找那些还没有涨起来的板块，而不是像罗素这种已经涨得非常厉害的板块。对于罗素的止损位的话，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或者说大家想去做多罗素的话，起码要等它一个1小时级别 GMMA 的一个回踩具体的点位呢，我觉得在235，好吧，235到这个232之间。
跌破了232的话，一定要做一个止损的操作，没有跌破232的话，你可以继续的持有罗素。但我个人的话，不建议大家去追高罗素，而是去布局那些没有涨起来的板块的股票，好吧？好，四大指数就这样说完了，再快速的过一下黄金、原油和比特币啊。黄金的话，现在是仍然出现了一个暂时出现了一个继续向上涨的一个趋势啊。那很有可能大家注意一下，好吧？注意一下它的压力位在这个1870块钱附近啊。如果说打到了1870块钱附近的话，建议做一个止盈的操作；没有达到的话，可以继续的持有。然后带一个就是说不能让你的利润被吃掉50%。原油的话，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反弹，对吧？出现了一个反弹，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再往上面涨一点，然后再回来做。我个人的话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做多原油，因为原油的话之前已经涨得太厉害了，好吧？原油说完以后呢，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周末的话仍然是出现了一个继续向上涨的一个形式，那我觉得就非常好了。那毕竟特斯拉的话，对吧？马斯克说要卖股票，也没有太影响到比特币的一个走势，我觉得非常的 good， 好吧？毕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比特币的话，基本上在4小时级别就是一个高位的一个做 W 底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持有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持有了，只要不跌破59000，好吧？你可以继续的持有比特币的多头。跌破了59000的话，可以先行的做一个止损的操作，没有跌破继续的持有。然后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吧。那总结之前呢，还是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如果说你真的非常喜欢的狼王频道，是吧？毕竟狼王已经陪大家已经走过了快9个月的一个时间整体9个月的，我觉得我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是吧？就是大盘的基本上的每一波的上涨和下跌，基本上我也都抓到了。如果你就是想狼王持续的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那大家请不吝的给我的频道点个赞，然后评论一下，是吧？评论点赞对于你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也是可以激励我去是吧？更加的去有一个更新视频的动力一定请不吝评论点赞然后就是如果能转发给更多的朋友那就更好了，因为我的目标起码是吧，我本来是想年内达成10万粉的，那现在看起来是不太可能了。我觉得如此宝藏的频道，难道不值得你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吗？大家然后就是另外有就是观众提醒我，就是说大家还有就是请订阅，好吧？就是说有的朋友可能天天看狼王的视频，但是并没有订阅我的频道那如果说没有订阅的，也请订阅一下，这样的话才可以早日的是吧，帮助我达到我的一个小目标然后那最后的话还是总结一下总结的这个观点就是现在仍然不建议大家去进场做空下周初如果大盘出现了一个小的回撤的话，我觉得是情理之中的毕竟现在大盘在之前的那一波涨幅的已经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大。所以说如果下周初出现了一个1-2个点的小幅的回撤，我觉得是情理之中的一件事情，只要不跌破关键的点位我认为的话，大盘在下周见顶的概率是比较小的真正见顶的时间，我觉得起码要有2到5周，好吧，2周到5周左右的一个区间内，我认为大盘才会真正的见顶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下周初出现回踩的动作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去重新的 rebalance 你的 portfolio 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大家可以考虑去选择那些还没有涨起来的股票呢去卖一些就是已经涨起来很多的股票，然后去布局一些还没有涨起来的股票。那具体的仓位我觉得还是一个7成比3成，就是7成的强势股和3成的趴在地上的股票。总体的仓位的话，不要超过你的总资金的7成，留下3成的机动资金仍然维持这个观点不变。好嘞，那再次感谢大家收看狼王的节目，我们明天的盘前个股快播再见。